红双喜的狂飙3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，它的销量在国内也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。这款套胶其实在最近有一些变化，那么每年我可能打10几、20几块狂飙3。关于它的这个配方啊、用料啊、工艺是不是有什么变化，这可能是商业机密，咱们不知道。那么从我实际使用下来的感受，给大家讲讲最近的狂飙3有什么变化。第一个方面，胶面的粘性，大家可能知道，这个狂飙3在新的时候原来是比较容易能粘起来乒乓球的，那么现在的狂飙3的这个胶面没有原来那么粘。那么这个变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好的方面呢，肯定是更加通透，速度更快，借力更好，发力门槛也会更低。那么不好的地方呢，相对来说制造旋转的能力没有原来那么强，尤其是在薄摩擦的情况下，可能会出现掉球的现象。那么这个就是是好是坏，因人而异吧。第二个方面的变化，我觉得是重量的变化。之前的狂飙3一般来说39度、40度蝴蝶板面剪完之后的重量大概都是在43、4、45、6，最多也就是47、8。那么现在我觉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，就是带包装量明显比原来的重量要沉个4、5克，那么剪完了之后可能也要重3克。尤其是蓝海绵的变化，我觉得比成海绵的变化还要大。通过称这个蓝省、蓝国的这个尼奥版本，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一点。那么在无机时代，无机胶水本来就比有机胶水要重，再加上狂飙3是比较依赖膨胀油的，你再刷个1遍2遍，其实整体的重量提升是比较大的。第三个方面就是胶面的耐打性啊，比如说原来你打30个小时，你可以看到胶面上微微起鳞，那现在可能就10几个小时，在普狂和省狂上面就有微微起鳞的感觉。当然这个影响因素比较广啊，跟你的打法有关，有的可能撞击比较多一点的，发力不好一点的，这种就比较省海绵，你发力集中一点，摩擦比较多一点，包括你打的频率比较高一点，都会影响到胶面的使用寿命。那么国狂相对来说也有退步，但是没有原来那么明显。现在来看，其实国狂比省狂、普狂更有性价比，尤其是体现在胶面的耐打性。从我的实际体验来看，现在的一张尼奥蓝国和尼奥蓝省相比，胶面的寿命我觉得能差3倍左右。你比如说我现在打尼奥蓝省，包括专业蓝省，我觉得我练球也就是10几个小时，在胶面的田区就有微微泛白，马上就起鳞的这种状态。那么蓝国相对来说30、50个小时问题不太大。所以说我奉劝那些使用蓝省或者蓝国的，如果差不多的条件，还是选蓝国的性价比更高，尽管价格可能贵100元，但是使用寿命远远比蓝省要长。第四个方面的变化，我觉得是好的方面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，就是3、5年之前我们打狂飙的时候，蓝海绵的狂飙是比较容易起泡的。什么叫起泡呢？就是在胶面的局部形成了胶皮与海绵脱离的这种状态。成海绵主要的问题在于就是脱胶，就是胶面和海绵一块或者是一片脱离。那么现在的狂飙其实这种情况下已经大大降低了，起码在我最近打的1、2年之内，没有发现成海绵脱胶、蓝海绵起泡的这种现象。那我觉得这个呢，肯定算是一种进步。关于狂飙3的变化，我能想到的呢就是以上几点。大家发现现在狂飙3到底有什么变化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咱们共同交流。这就是本期的视频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